大学那会儿，我看人家天天泡在图书馆，那时候还没内卷这个概念，于是心想咱也不能落下，没准装一装就能养成阅读的习惯。然后开始定目标做计划，球也不打了，游戏也卸载了，天天逼着自己去图书馆。结果1个学期下来，我连1本都没看完。刚开始看教材，看不下去改看文学，还看不下去又看小说，就差看漫画了。后来实在装不下去了，我也是那时候真切体会到装逼真累，于是又重装了游戏，反倒是打游戏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了毕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那些能长期坚持下来的事儿，往往是自然而然毫不费力的，就像每天刷牙洗脸一样，哪天要是没洗漱，反而会觉得很别扭。反过来，但凡是靠下狠手逼自己，又是自我洗脑，又是对天发誓，短期内没准能骗得了自己，但时间一长，身体还是很诚实。也就是说，习惯从来都不是逼出来的，因为这是在用意志力跟自己的本能对抗，是非常痛苦和低效的行为。咱们好像也没见过哪个自律的大神每天苦行僧一样折磨自己，他们完全是把我们认为困难的事儿变成了不可或缺又乐在其中的日常习惯。今天咱们就聊聊他们是如何培养并长期坚持好习惯的。一般我们认为要养成好习惯就得对自己下狠手，逼自己放下手机卸载游戏，逼自己学习跑步，想干的不能干，不想干的必须干。事实上，如果一件事我们觉得很痛苦，就倾向于逃避，这是每个人的本能。你想啊，本来学习健身这种事就很痛苦了，你再强迫自己必须接受，那简直就是双倍的痛苦。痛苦的事情再怎么坚持都不可能形成习惯，不能说我天天挨领导骂，时间一长我就会习惯，哪天他不骂我，我还浑身难受，那我得多贱啊。打开心智这本书提到，大脑的底层原理是稳定和节能，它会尽可能让我们不去改变，不去干活。现在你给它加了一个苦差事，它不仅要挤出有限的资源来处理新任务，还要额外分出精力来说服自己这个事儿也许有价值。这完全跟大脑的底层原理背道而驰，时间一长内耗就产生了。另外，咱们的身体都是有很强的适应性，就拿减肥来说，很多人短时间逼自己，体重确实能减少，但时间一长很容易反弹，就是因为身体适应了这个强度之后，锻炼的时候会让实际消耗的热量下降，而且也会刺激我们吃更多食物来填补能量空缺，一来二去，之前的努力就变成了无用功。咱们应该知道，自律的本质是意志力，或者叫自控力。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意志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就跟肌肉力量一样，用完了就没劲儿了。这就造成了一种误区，我会觉得我不自律是因为我意志力薄弱，相反，那些大神自律是因为他们意志力强大。既然这样，我也没办法，谁让咱心有余而意志力不足呢？于是这个借口就让我心安理得的熬夜、打游戏、刷手机，给自己贴上意志力薄弱的标签。意志力有限这个说法最早是由心理学家罗伊·鲍麦斯特提出的，他称之为自我损耗理论，就是说意志力是一种有限的心理资源，用一点少一点，当然也可以慢慢恢复。他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比如说把受试者分为 A、B 两组，让他们做同样的数学题，不过 A 组做任务之前还要经历一个考验，他们需要看着美味的小饼干，但是不能吃。他认为拒绝诱惑是需要消耗意志力的。实验结果跟他想的一样， A 组的表现普遍不如 B 组。自我损耗理论一出，立刻被无数人奉为圭臬。一些人好像找到了成功秘籍，那就是训练意志力；还有一些人也找到了成功秘籍，那就是写书开课教别人训练意志力。不过很快就有人提出了质疑，这也直接导致了心理学界的一次大型翻车事件。2010年，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重复了鲍麦斯特的实验，不同的是，他先问受试者是否相信意志力是有限的，然后让他们处理一系列任务，结果发现不相信意志力有限的受试者的表现明显优于相信意志力有限的受试者。这么看的话，意志力就不是一种有限的心理资源，甚至可能并不存在，它只是我们对自己的心理暗示而已。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意志力有限，才会表现出有限的意志力，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放下好习惯，屈服于休息、娱乐即是满足。相比于意志力有限论，相信意志力无限似乎对我们更有用。还有一些研究成果甚至发现，意志力越用越多。2013年，苏黎世大学的伯内克等研究者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后，再去处理一个新任务，如果他相信意志力越用越多，他就会有更好的表现。这被称为反向自我损耗效应。有点像上学那会儿，一些学霸做数学题，那真的是越做越来劲，像我这种学渣只能越做越来气。
我们之所以坚持不下来，除了自我损耗理论的影响，还有可能是因为大脑制造的虚假疲劳。自控力一书中提到了，当我们觉得没法坚持的时候，可能是大脑过度保护的结果。就像我去跑马拉松，大脑担心我会累死，就主动保留能量，让我觉得自己已经到极限了，没有体能再跑下去了。这个作用机制也符合大脑节能的原理。目前学术界对意志力这个概念还是有争议的，不过我们不用太在意这个东西。这样用一种对自己最有利的观点来概括的话，我觉得可以这么认为，意志力的极限是习惯。还拿我开头的例子来说，即便我每天模仿那些大神去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但我还是在用意志力约束自己，结果就是不仅痛苦还没什么效果。他们之所以驾轻就熟，是因为早就从意志力升级到习惯，而且一旦形成了习惯，就再也用不到意志力了。那怎样才能不痛苦不费力，因势利导的形成好习惯呢？咱们接着看。一件事我们愿不愿意做，本质上就是动力与阻力的博弈，动力大于阻力就会去做，反之就懒得做。阻力咱们知道了，并不是缺乏意志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脑的惯性，也就是稳定这个底层原理，它会按照既往的路径来行事，任何改变都是对稳定的打破，会引起排斥和不适。天天吃炸鸡汉堡，突然改吃减肥餐；天天看剧刷综艺，突然要看书学习。这个时候大脑就纳闷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这么虐待自己？我得让他赶紧恢复原状。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一上来就逼自己，而是先把阻力降到最低，从最简单的一个小动作开始。咱们举个例子，创业不是一上来就砸钱，组建团队、研发产品、开拓市场，这样太盲目也容易失败，而应该是先从一个简单的想法开始，然后想办法去实现它。人手不够再招人，产品受欢迎再扩大生产，团队做大了再完善支撑部门。也就是说，一个复杂的体系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慢慢优化出来的。培养习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打开心智，把这个方法叫做系统优化法。第一步，设定框架，就是最初的想法，可以是解决一个痛点，比如想要减肥，也可以是达成某个目标，比如培养阅读习惯，练好英语口语。跟具体的量化目标不同，这里的框架更像是实现目标后的画面和场景。就像我之前制定阅读计划，上来就要求自己一个月看多少本书，搞得我每天看书就像是在赶进度，今天50页，明天60页，追求的是数量，完全不在乎自己是否真正吸收了书里的知识。结果就是虽然也看完了几本书，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量化目标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达到数量就解决了问题的错觉，这叫做计数器陷阱。往往是量积累了，达不到质的改变，也就不想再坚持了。事实上看书的真正目的可能是扩展知识面，学习某个技能，而不是看完多少本书。健身的真正目的可能是提高身体素质，改善生活习惯，而不是掉了多少斤肉。这些场景化的目标让我们清楚真正想要的结果，把我们从我必须做多少的思维误区转变成我可以做什么。第二步，建立系统。有了具体的框架，不用着急制定详细的计划，相反，刚开始的系统越简单越好，最好简单到只有一步，把阻力降到最低，让你不好意思不行动。比如阅读，你要了解心理学或者经济学领域的知识，那就先找一本相关的书来读，不强迫自己每天看多少页或者多长时间，就利用饭后睡前的几分钟时间翻一翻。再比如健身，你要改善健康状况，就先试着起床后慢跑几分钟。这么做有2个好处，一个是没有压力，不会产生排斥感，而且由于大脑的稳定性，开始了就不会这么快停滞。二是日常习惯起到了很好的提示作用，吃饭、睡觉、起床就像触发器一样，一到这个时候你就想到了阅读、跑步。看书的时候可以多思考，做的笔记，跑步的时候可以感受身体的变化，不强迫自己，不追求数量，这样先尝试着坚持1周。第3步，优化完善。有了第2步，我们就可以从2个方面来优化完善。一是思考现在的系统跟自己的目标有多少偏差，怎么调整才能离目标更进一步。二是时间精力能否支撑现在的节奏和计划，是压力大需要降低，还是很轻松可以提高。总之，目的是让大脑慢慢适应这个过程。还拿上面2个例子来说，你要了解心理学对情绪记忆的影响，但看的是心理障碍相关的内容，就不太合适了，需要调整方向。你要改善身体状况，你发现1周下来精气神确实更好了，跑得也越来越轻松了，就可以提高强度，或者再搭配合理的饮食。这样一点点改变，大脑不会觉得我们是在虐待自己，接受度会高一些。等一段时间它适应了现在的节奏，就可以再进一步让它再多适应一点，以此类推，
我们就能慢慢的接近自己想达到的目标。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坚持下来的，而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最后咱们再总结一下，培养好习惯从来不是跟自己的本能对着干，越逼自己越坚持不下来，它跟意志力也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要用意志力有限当借口。我们跟大神的区别就是习惯不同而已。要想跟大神一样，只需要给自己一个具体的场景化的目标，然后建立一个最简单的系统，接着一点点优化完善，最后再一键3连加收藏就可以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可能会颠覆你对成瘾的认知，无论你对什么成瘾，无论你的瘾有多大，或许都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一般我们认为对某件事上瘾，一定是因为这件事能带来快感，这个说法没错，但也不完全对。事实上，很多成瘾者在重复成瘾行为的时候，已经感受不到快乐。但如果不重复成瘾行为，他们会非常痛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我自己说起。我上高3的时候学习一般，再加上任务重压力大，很快我染上了去网吧打游戏的习惯。因为只有在电脑上拿着枪突突敌人的时候，我才能让自己喘口气，才能感受到高中生活还有一丝乐趣。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是为了逃避学习的痛苦，才选择用游戏来麻痹自己。后来我上课想，吃饭想，睡觉还想，无时无刻不对游戏产生期望，这也导致任务更重，压力更大。学习的痛苦让我对游戏产生了更深的依赖和渴望，瘾也就形成了。即便打游戏已经没有了第一次那种快感，但如果不打，我就只能回到现实，承受学习的痛苦，想想就挺痛苦的。很多瘾都是这么形成的。试想一下，你每天上着朝9晚没点的班，每天扛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把你挤压的没有一点空间，或许只有跑到厕所抽根烟，刷会儿手机，在夜深时打把游戏，喝点啤酒，才能带来片刻的愉悦感。因为只有在这些时候，你才是最放松的。不过在享受完多巴胺带来的快感之后，痛苦还在原地等着你，而且前后落差会让你觉得更痛苦。于是你一有机会就选择开溜，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也有趣。在痛苦的驱使下，你对快乐上瘾了。这个快乐可能是烟瘾、酒瘾、性瘾、网瘾、手机瘾、游戏瘾、食物瘾等等。凡是能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带来快感的行为，都有成瘾的可能性。而且多巴胺的释放量越多，就越容易成瘾，一旦成瘾也越难戒掉。好在今天咱们聊的方法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成瘾医学教授安娜·伦布克。过去25年，他一直致力于治疗赌博、电子游戏、海洛因等各种事物成瘾，所以在戒瘾这块他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比如他成瘾这本书中有个案例，一个年轻人从17岁开始抽烟、酗酒、吸大麻，18岁吸食可卡因，19岁改用奥施康定和阿普佐伦，20多岁又接连使用了什么扑热息痛、芬太尼、LSD、PCP 等等，这些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在他来找伦布克教授的时候，已经使用了14种药物，所以跟他比起来，咱们那些瘾那都是小儿科了。为了便于理解成瘾的原理，还是要先认识一下多巴胺这个相当于通用货币的神经递质。科学家一般用它来衡量某种体验致人成瘾的可能性。比如巧克力能让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量提高 55%， 性行为能提高 100%， 尼古丁提高 150%， 一些毒品的主要成分苯丙胺能提高 1000%。 显然这些东西的成瘾程度也是不断提高的，所以有些行为一旦尝试了，就真的很难戒了。有的人可能觉得就尝试一次，自己意志力强，所以没问题，不存在的。因为戒瘾的痛苦也可以按照这个量级来评估。有人形容戒毒的感受就好像是浑身骨折之后还在不断的挪动身体，想想都头皮发麻，对吧？大脑中只有 0.0005% 的脑细胞能产生多巴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是这么一丢丢化学物质，让人们产生了七情六欲，也让生活多姿多彩。不过多巴胺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让人们在获得奖励后感到快乐，而是驱动人们产生获得奖励的动机。比如你吃一块巧克力很开心，大脑会记住这个感觉，下次再看到巧克力的时候，多巴胺会激活大脑中的奖赏回路，还没吃你就有了纵享丝滑的感觉，也就产生了吃掉它的冲动。你看，多巴胺在快乐之前就被释放了，所以它不是给你带来快乐，而是让你对快乐产生渴望。但如果你不吃这块巧克力，渴望得不到满足，痛苦也就随之而来。科学家们发现，大脑中处理快乐的区域跟处理痛苦的区域是重叠的，这就像咱们大脑中有个天平，两端不放置任何东西的时候，天平处于平衡状态，
当我们吃巧克力、打游戏、刷手机的时候，这个天平向快乐的一侧开始倾斜，倾斜的幅度越大，我们就越快乐。不过，任何生命系统都有一种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大脑会努力让天平保持平衡，就在另外一侧施加等量的压力。可以想象成一群痛苦精灵跑了过来，坐在另外一边。当快感体验慢慢消退，天平也就自然而然地向痛苦那一侧倾斜了。所以有时候刷了一上午手机会感到空虚，出去旅游回来会感到失落，就是这个原因。你想摆脱空虚失落的感觉，就得继续在快乐的一侧增加砝码，所以你不得不再来一块巧克力，再打一把游戏。但这里有个问题，其实也是多巴胺在作祟，它让我们对奖赏始终保持渴望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叫做奖赏预测误差。就是说实际的奖励得超出预期才行，第二块巧克力要比第一块更丝滑，第二把游戏要比第一把更刺激，否则多巴胺的效应就会降低，产生的快感也会减弱，这被称为神经适应。相当于你这边加码了，痛苦精灵也越来越多。问题是你追求的快感是短暂的，是有上限的，那些小精灵们是长期的，是无限量的，他们在另外一侧安营扎寨，铁了心要给你打持久战，最终你还是斗不过他们。你能感受到快乐的门槛会越来越高，小精灵们给你带来的痛苦却越来越深，天平也不再平衡，而是始终向痛苦的一端倾斜，造成快感缺失。所以对于重度成瘾者，你别说让他们戒瘾了，正常生活就已经是一种痛苦了。一些吸毒成瘾的人，那些毒品对他们来说可能跟盐水差不多，但没办法，他们就是戒不掉，因为只有继续吸，他们才能让天平恢复平衡。这看上去有点讽刺啊，追求极度快乐的人，结果却无法享受任何形式的快乐。上瘾可能一次就够了，但戒瘾需要多久呢？1年、10年？我再说你可能都要骂骂咧咧关掉视频了。先别跑，事实上，根据伦布克教授的临床经验，重置大脑奖赏回路所需的最短时间一般是1个月。咱们看着好像也不长，但真要让你1个月不刷手机、不打游戏、不抽烟、不喝酒，不干你最想干的事儿，你真能忍住吗？而且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1个月我该干点什么让自己熬过去？你可能会想，能不能用低多巴胺的事儿代替高多巴胺的事儿？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大脑没那么容易上当。我之前因为减肥，尝试用无糖可乐帮自己戒掉可乐，谁知道无糖可乐就像是钩子一样，让我对可乐更加渴望。结果可乐没戒掉，每天还多喝了1罐无糖可乐。结合书中的建议，我总结了3个方法，都是利用多巴胺的作用机制，让你高效的恢复天平的平衡，而且把戒断痛苦降到最低。1. 以痛治痛。既然负责快乐的脑区也负责痛苦，既然大脑会用痛苦来平衡快乐，那如果我们反过来主动追求痛苦，大脑会不会用快乐来平衡痛苦呢？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让10名志愿者在14摄氏度的冷水中浸泡1个小时，对他们的血液进行采样，结果发现他们血浆中的多巴胺浓度增加了 250%， 高多巴胺水平的持续时间远远超过了疼痛刺激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以痛治痛的方法是可行的。痛苦触发了人体自身的内稳态调节机制，当我们主动在痛苦那一段增加砝码时，身体也会用快感来平衡痛苦的感觉，而且往往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们应该都体验过痛并快乐着的感觉，比如吃辣椒，虽然是刺激痛觉神经，但真的是越吃越过瘾。比如看恐怖片，即便吓得满头大汗，还是感觉很爽。再比如运动，你坚持跑了5公里，累得不行，也能收获一种叫做跑者高潮的愉悦感。你可以从中选择一种方式，从健康的角度看，运动可能是最佳选择，因为它除了释放多巴胺之外，还可以促进其他神经递质的释放，比如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像内啡肽在止痛的同时还能带来愉悦感，而且跟追求快感不同，痛感产生的快乐不仅不会让我们焦虑，反而能缓解焦虑。痛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注意力更加集中。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能在戒瘾的过程中同样体会到多巴胺给你带来的快乐。就像痛苦是我们为快乐付出的代价一样，快乐也是我们从痛苦中获得的回报。2. 物理阻断。对某个事物或者行为成瘾之后，大脑会产生敏化反应，就是说你对跟成瘾物相关的东西特别敏感，他们会把你的瘾勾出来，让你重复成瘾行为。书中有个案例，一位性成瘾者本来戒瘾戒得好好的，第1天他在电视上看到裸体的女性，他忍了；第2天在手机上看到人体彩绘，他又忍了；到了第3天，他再也忍不住了，我的头快要裂开了，把原来已经扔掉的手艺机器又捡回来，疯狂输出。所以要想戒瘾戒得彻底，就必须把那些成瘾物以及跟成瘾物相关的所有东西一个不留通通甩掉。你花钱上瘾，就把花呗白条关闭，信用卡注销，薪水全部上交。
打游戏上瘾就把你的账号注销，再把游戏删除，什么 Switch、Xbox， 要么卖掉，要么送人。抽烟上瘾就让家人把家里的烟都藏起来，非必须的话也别跟抽烟的人待在一起。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你跟成瘾物彻底隔开，不让他们把你的瘾勾出来。你可不要想着给自己留个回旋的余地，藏点私房钱，留个小号跟别人要烟，这么做还不如不戒。因为你一旦降低自己的标准，你的标准会越来越低。我之前戒游戏就是这个死样子，想着反正也玩了一把，不如再来一把，最后小号练得比大号等级都高。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做不轻松，但舍不得逼自己戒不掉瘾。你可以搭配第一个方法，反正都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大脑不会在乎你是在自虐还是在放纵。3. 激进诚实。没有哪个人会主动承认自己有什么瘾，甚至还会用各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瘾。反正我以前去网吧打游戏，总是骗爸妈说去同学家复习功课，害怕挨打这是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也清楚这不是一个良性的行为，所以只能通过撒谎来欺骗自己和别人。这么做的原因除了羞耻感，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大脑奖赏回路和前额叶皮层的联系。成瘾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说谎又移植了前额叶皮层对奖赏回路的约束作用。前额叶皮质负责理性决策和未来规划，导致的结果就是大脑真的以为你没有成瘾，你只是放松一下消遣一下，更不需要戒瘾。所以很多成瘾治疗方案中都涉及到强化和重建二者的联系，而说实话可以做到这一点。研究人员发现，刺激前额叶皮质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诚实度，反之亦然。当我们承认成瘾的时候，前额叶皮质的活动也能得到加强，提高自控力，让我们更理智的选择延迟满足。具体做法就是瘾上来的时候，你在心里默念我有什么什么瘾，我要戒掉这个瘾。如果放得下，你就找身边的人郑重其事地跟他宣布这句话，这么做比在心里默念的效果更好。首先，这种仪式感对前额叶皮质的刺激作用更大，其次，人都是社会性动物，演一次可能是假的，演100次那就是真的了。最后，你给这么多人都说过了，他们都起到了监督作用，哪天你固态复萌让他们看见，面子往哪搁，对吧？这3个方法叠加使用，相信我，你一定会体验到改变的快乐。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坚持打球和洗冷水澡，完了真的感觉很爽，而且工作起来也更加专注和精力充沛。最后想说一点，咱们不要觉得自己对什么上瘾就可耻，很多情况下真的不是我们想摆烂、没上进心、没意志力，而是现实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不过现在咱们也知道了，那些逃避现实的成瘾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今天的内容稍微有点长，感谢小伙伴们坚持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干货？所以希望大家能点点3连。如果这些对你依然没有帮助，记得给我留言，我再想想办法。天气越来越冷，这要是搁以前，我肯定早早就钻被窝里了。但是我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睡眠自由成了一种奢侈。当晚睡成为习惯，它不只是从原来的10点睡推到11点这么简单，而是会让你不停的妥协。11点半也就晚半个小时，12点好像大家也都没睡。你像我就更严重，虽然到点躺床上了，大脑还在放社会摇，我脑袋里在开 party， 不晃都不行。结果第2天眼神迷离，精神恍惚，跟个二傻子一样。有没有小伙伴跟我的病症一样的？可以弹幕1，我知道不止我一个。根据亚马逊中国202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81%的人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60%在深夜11点到凌晨1点入睡，而且46.61%的人早上7点以前就得起床，不管你想不想起。2013年，中国人的平均睡眠时长是8.8小时，到了2018年已经缩水成6.5小时。我就感觉我的作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今天咱们就聊聊人为什么要睡觉，熬夜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怎样才能睡个好觉。人为什么要睡觉？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早就想过了，还总结了一个词叫昼夜节律，也就是生物钟。它就像一个闹钟一样，大约24小时为一个周期，控制着人体的内部系统。人们像是被设定了程序一样，入睡、醒来、分泌激素、体温变化，都按照这个节奏周期性变化。但是人能否改变昼夜节律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世界公认第一位系统研究睡眠的专家克莱德曼在1938年做了一个细思极恐的实验。他计划把昼夜节律延长至28小时。为了排除正常生活环境的干扰，克莱德曼和他的学生理查德把实验地点选在了肯塔基州的猛犸洞穴。这个洞穴长达600公里，常年保持恒温12摄氏度，而且永远不见日光。他们2人在洞里架设了桌椅、洗漱台，为了避免老鼠爬到床上，又用铁架把床吊起来，架子的每个支架还用铁桶围了起来，听着就瘆人，对吧？更别说在里面睡觉了。就这样，2人按照每天28小时的作息，人为控制光照，模拟白天黑夜，坚持了整整32天，但结果没能如愿。理查德的作息和体温虽然能够适应28小时的周期，但每次规定睡眠时间到来之前，他就已经昏昏欲睡。
克莱德曼的昼夜节律更是始终保持在24小时。既然外界条件不足以改变昼夜节律，那如果人体自己坚持打破生物钟，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美国学术杂志 Sleep 发表了这样一项实验，他们从医院抽取了20名医生，分为2组，一组前一天值了夜班，另外一组是正常休息的。然后第二天让他们在5分钟内观看显示屏里的图形，出现圆形就按一下按钮，圆形会随机出现90次，很简单对吧？但也无聊到容易让人犯困。实验结果显示，有正常睡眠的医生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但值夜班的医生会有3-4次数秒内对图形毫无反应的现象。这个状态被称作瞬间睡眠，是大脑自我保护的一种防御反应，每次1到10秒。经常熬夜的小伙伴可能有所体会，就像突然断电了一样，没有任何意识，所以这种防御反应很可能好心干坏事儿。如果一个人在高速上瞬间睡眠了，5秒钟可能就飙了100多米啊，那眼睛一闭可能就真的离不开了。也就是说，咱们只能适应昼夜节律，而没办法让他听你的。不管是谁，大致都按照这样一个节奏过完24小时。晚上9点，身体开始分泌褪黑素，慢慢积累睡意，到凌晨2到3点睡眠最深，凌晨4点体温最低，早上6点半血压开始上升，7点半停止分泌褪黑素，晚上7点体温最高。肯定有小伙伴会说了，自己晚上11点真的没有困意，就是把自己摁到床上也挡不住思绪在蹦迪。这个不用担心，睡眠革命中提到了2种睡眠类型的人，一种是喜欢晚睡，就像猫头鹰，另外一种喜欢早起，就像云雀。生物钟的时间因人而异，但尴尬的是上班时间不能自己做主啊，所以猫头鹰类型的人就很憋屈，起不来也得起，强行装云雀，而且经常被贴上懒的标签。熬夜的危害有多严重？如果我只是说熬夜会导致脱发、高血压、加速衰老还老年痴呆，好像并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这些结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一般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再加上侥幸心理的作祟，谁都觉得自己是幸运儿，但事实上熬夜的危害谁都逃不掉，睡眠的负债只能由肉体配，身体来偿还。1. 变丑。小伙伴们可不要看到自己帅气或者漂亮的脸庞就觉得自己熬夜不是问题，相信我，你们完全可以比现在更英俊潇洒。皮肤细胞的生命周期大约是28天，也就是每28天就换了一套皮肤。但是对于熬夜的人来说，皮肤的新陈代谢会变慢，导致皮肤营养供给不足。这个营养就是胶原蛋白，皮肤细胞产生的3型胶原蛋白出生即巅峰，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逆的下降，原本圆润饱满的脸会逐渐干瘪，出现皱纹。问题就在于熬夜会导致3型胶原蛋白加速流失。英国伦敦一所睡眠学校做了个实验，一位志愿者连续每天睡8个小时，他的脸是这样的，然后他连续5天，每天只睡6个小时，他的脸就变成了这样。这只是连续5天的结果，如果长期如此呢？我看了看自己的脸，至少是连续2月的结果。2. 变傻。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在2019年拍下了人类睡眠时大脑清洗的过程，红色是血液，蓝色是脑脊液，血液周期性的大量流出大脑，脑脊液趁机涌入，消除毒素。消除的毒素包括导致阿尔兹海默病的贝塔淀粉样蛋白。阿尔兹海默病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你可不要觉得老年痴呆只有老人才会得，如果在65岁之前发病，就是早老性痴呆。科学家让13个人戴上脑电帽，在核磁共振机器里睡觉，然后检测睡眠状态和血氧水平。结果显示，睡着的时候，大脑里的血氧浓度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血液和脑脊液交替性流进流出大脑。醒来的时候，血液和脑脊液的振幅都比较小，脑脊液没办法进入大脑。如果你感觉记性不好了，表达能力变差了，注意力分散了，就得注意了，这些都是老年痴呆的前兆。3. 记忆力变差。说睡眠对记忆力的影响，我们得先了解睡眠周期。其实我们的睡眠并不是一觉到天亮，而是按照非快速眼动睡眠到快速眼动睡眠这一过程周期性进行的，每个周期90分钟左右，简称 R90。一个完整的睡眠大约需要4到5个 R90 周期。而在这些睡眠周期中，你的大脑要处理3项关于记忆的事物。1. 在快速眼动睡眠中，大脑把发生的事情、学到的知识扎根到脑海里。2. 在第一个 R90 的非快速眼动睡眠中，大脑会把无关紧要的记忆从大脑中剔除掉。3. 在入睡和黎明前的浅度非快速眼动睡眠中，大脑整理记忆并且固化。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插花，插入花枝修剪枝叶，然后设计成不同结构的形象。4. 免疫力降低。大脑控制着体内激素的平衡状态，比如与睡眠紧密相关的生长激素、性激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已经悟出了什么东西，睡眠不足真的影响正常生活。另外咱们都知道，免疫力跟激素的分泌有关，睡不好，免疫力会以可见的速度下降，而与免疫力相关的疾病的发病率就会提高，比如感冒甚至癌症。有研究报告显示，即便打了流感疫苗，如果睡眠紊乱，疫苗就会失效，打了也白打。所以睡眠就像保养车一样，长时间不保养，再加上可劲造，没准会3天一小修，5天一大修。5. 心理健康。熬夜不仅伤身还伤心。还是美国 Sleep 杂志在2019年做了一项实验，找来一群习惯晚睡的夜猫子志愿者，
让他们在接下来的3周内睡眠时长不变，只是把睡觉和起床时间提前2到3小时。3周之后，这些人的抑郁和压力指标明显降低了。这是因为睡眠不足对身体来说是一种应激刺激，会诱发皮质醇等应激相关激素的释放。这些应激激素会通过体液循环回到大脑的情绪相关区域，比如杏仁核、海马体和下丘脑，与相应的受体结合，从而增加我们的焦虑和压力水平，让我们更容易受到不良情绪的影响。怎样才能睡个好觉？并不是睡得多睡眠就好，很多小伙伴虽然一觉睡到中午，但还是昏昏沉沉。这是因为决定睡眠质量最关键的是刚开始的90分钟。斯坦福高效睡眠法这本书提到，你刚入睡几分钟后会进入最长的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这个时间会持续90分钟左右，是释放压力排出废物的关键时期。然后是几分钟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这就是第一个睡眠周期。后面的睡眠周期中，非快速眼动睡眠的深度会逐渐变浅。只要第一个睡眠周期能安然入睡，没人打扰，即便睡的时间短，效果也还是能得到最大保证。第一步，打造黄金睡眠90分钟。要想睡个好觉，最关键的一步是打造睡眠的黄金90分钟。当晚上你感到困意的时候，就不要强撑再玩一把再看一集了，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强撑过这一段之后，咱们会发现自己不困了，这个时候再去睡觉就很难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这是因为第一个睡眠周期不顺利，自律神经会失调，致使白天活动的激素分泌也会紊乱。每天维持固定的作息时间，形成习惯，昼夜节律就会在固定的时间告诉你该睡了。但是对很多小伙伴来说晚上吃鸡加班是常有的事儿，这该怎么办呢？不要把时间往后推，而是困了就先上床睡90分钟，顺利度过黄金时间之后，再起来加班打游戏。第二步，提高黄金睡眠质量。正常人躺床上一般8分钟左右就睡着了，如果你必须靠数羊才能入睡，睡眠质量一定大打折扣。如何提高黄金睡眠的质量？这里有2个关键词：体温和大脑。我们都知道，睡着的时候体温比醒着低，而体温包括体表温度和体内温度。当体表温度与体内温度的温差小的时候，有利于热量从毛细血管密布的手和脚释放出来。所以调节体温的关键在于缩小体表与体内的温度差。这里有2个方法：一、睡前90分钟洗个热水澡或者泡脚；二、调节室温在20到25度之间。其次是大脑。其实如果你睡前刚游戏下线，恐怖片刚看完，也不能很快入睡，因为大脑还处于活跃状态，所以我们得设置开关让大脑提前待机。也有3个方法：一、单调开关，就是看你觉得无聊的内容，比如不喜欢英语就去看英语书；二、熟悉开关，大脑对熟悉的环境有安全感，所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房间、同样的睡衣、同样的室温和照明都很重要。三、放空开关，如果白天的琐事影响大脑，不要强迫忘记，而是回想一下，理清思绪，也可以写下来或者冥想。通过上面2步，你再也不用白天咖啡因，晚上褪黑素，而是像可以掌控睡眠一样，躺下就睡着，起床也不用闹钟催。睡眠占了我们一生中1/3的时间，而且会影响剩余的2/3。曾经有个调研，世界上顶级的小提琴家们普遍认为，他们的成就，睡觉是仅次于刻苦练习的关键因素。所以如果你要掌控人生，那就先睡个好觉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